他从小就被告知自己的基友活不长久，医生说这是很常见的事。佣兵或黑帮收入黄昏种作为奴隶，沃利克傻眼了，尼克居然是黄昏种，不可能啊！他在书上明明读到过，黄昏种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怪物，尼克一点都不像他们。医生让沃利克放弃吧，虽然有钱就能买到克莱尔，但黄昏种注定无法长久的活下去。沃利克从梦中惊醒，听到他梦话的艾丽将他搂进怀里安慰。艾丽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这个问题他曾经也问过，但是没人能回答他。道格醒来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尼克的耳朵听不见，怪不得他说什么都不能回应他，原来他一直都在丢人的自言自语。道格嘟嘟囔囔地抱怨着，尼克比划着手语让他慢点吃。两人打打闹闹间，查杜先生带来了工会内对道格的禁闭处分，毕竟他可是对蒙洛家族动手了，一个不慎，整个工会都会受到牵连。道格很泄气，他去年好不容易才满足了20岁能单独行动的资格。没错，别看他长得童颜，其实今年已经21岁了。尼克获得能力的代价是听力，而道格的代价就是寿命。妮娜开心地被尼克抱在怀里，在高楼间跳跃着玩耍。查杜和泰奥医生在天台谈话。经过泰奥的尸检，发现之前在6号街死的那些无名尸全部都是黄昏种。虽然缺少了重要的牌子，让调查进展缓慢，但好在有沃利克帮忙。通过尸检发现，之前来诊所找茬的那个男人也在尸体堆中，而除了他，其他尸体身上都没有让死者行动受限的明显负伤和创伤，说明他们死的时候都是全盛时期。而且从尸体的截面来看，他们都是被活生生肢解的，只有普通人的科西家族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。道格一直都以为6号街的案子是尼克干的，至于为什么要擅自接下这种委托，毕竟目标可是鼎鼎有名的枪手丹尼。道格想着和他对上话就能和厉害的黄昏种交手了，他讨厌3原则和这里那些不成文的规矩。道格是南区出身，16岁被收容的工会外来人。尼克将自己的牌子扔给道格，他是来自西门的外来者。被查杜送回工会的路上，道格一直闷闷不乐，没想到西门居然还有幸存者，他不想今后的工作再和尼克撞上了。反黄昏种组织的活动还在继续，政府再次投入大量佣兵进行镇压。尼克因为症状恶化失去价值而被佣兵团抛弃。怪物永远都是怪物，别装得跟人一样。沃利克非常开心地跑过来，献宝似的拿出他用钱买的克莱尔，但尼克却对他露出了一个绝望的笑。陷入回忆的尼克服下最后一颗药，艾莉给他带来换洗的衣服。黑街的4大副会议上，克里斯蒂亚诺家族的大小姐就6号街黄昏种被杀害案对科西家进行痛斥，光挑自己方便的时候利用黄昏种。他是想把父亲和叔叔好不容易构建起的平衡因为一己私欲而推翻吗？但没想到科西家的反应更大，说他利用黄昏种和黄昏种有所牵连，简直就是恶心至极，气得加拉哈德拍桌大骂。蒙洛赶紧上来解围，这种虐杀黄昏种的行为确实只有黄昏种才能做到，可能是他们之中的人干的，也不排除有政府介入的可能，毕竟在这一条街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艾莉的情况基本已经稳定了，自那之后她再也没见过巴里。泰奥医生给她开了安定药，艾莉对于将医生抓伤的事她很愧疚，于是医生让她下次做点点心过来赔罪，妮娜会喜欢的。离开诊所后，艾莉拉住等她的尼克，向他比划自己新学的手语，希望尼克能多留她住一段时间。她实在不知道自己能去什么地方。尼克说了一句笨蛋，转身走了。艾莉的手语太烂了，赶紧就重新学一遍，别把她的书翻烂了就行。东门的佣兵团走了之后，又来了个北门，尼克的日子仍旧不好过，被打得满身都是伤。沃利克也因为藏烟被父亲痛揍了一顿，结果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改变。沃利克只是觉得累，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？这是尼克突然发愤要杀了他们吗？又一次的暴打中，沃利克被他变态的父亲用烟烫坏了眼睛，尼克就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，直到他情急之下说出了杀这个词。尼克毫不犹豫动手杀了他的父亲以及这座宅地里的所有人，并在完成任务之后将刀尖对准了自己的脖子。沃利克挥刀打开他手里的刀刃，揪着他的领子大骂，居然做出了这种事，他绝对不会原谅，他怎么可以这么轻易的死去？他应该尝遍所有痛苦之后痛不欲生的死去才行，这是命令，听到了吗？尼克遵循了沃利克的命令，并亲手挖出了沃利克坏掉的眼球。回忆起过往的沃利克正好遇到来巡街的德里寇，4大副集会干部以下的成员都不允许参加，德里寇觉得他太没防备了。黄昏种连续遇害，就连高等级也没能幸免。尼克总是单枪匹马的，万一发生了什么，沃里克却笑着表示没事，就算这样死了，也不过是缠在身上的枷锁少了一道。但是现在还不行，等到其他杂碎都死了，尼克才能死。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怎么可能回答得出来呢？要是答出来就全完了。
神秘势力针对黄昏种的狩猎还在继续。便利屋正帮忙收拾枪械店修房子，这里经常会发生械斗，到处都是弹孔。艾丽被店主康妮叫进去喝茶休息。原来商店的婆婆就是康妮的奶奶。一看艾丽还和便利屋的人在一起，婆婆问她怎么还不走，反正没过多久就会重操旧业了吧。她这种人自己见得多了。康妮赶紧安慰艾丽，婆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其实一直都担心艾丽会遇上不好的客人。康妮问她打算在便利屋干到什么的时候，不打算回到家人身边吗？艾丽突然浑身颤抖起来，她记得自己在东门是有一个弟弟的，但是却怎么都想不起来了。而越往深了想，巴里就出现了。艾丽害怕得浑身发抖，她不断的安慰自己只是安定剂的效果过了，颤抖的从兜里掏出药，却怎么也拧不开盖子。尼克从身后搂住了她，盖子拧开了，幻觉也跟着消失了。艾丽自幼没有母亲，一直都是一个人照顾着弟弟，但是自从服下 TB 之后，被巴里捡到之前的记忆都变得模糊不清了。沃里克安慰他，停药之后被剥夺的记忆都会渐渐回归，如果到时候想起来后想家了，就离开这里吧，他不适合待在这条街上。在这之前，就尽管将他们的便利屋沙发当床睡好了。修好屋子后，婆婆炖了法式炖牛肉招待他们。这个小姑娘是黑帮家族的首领。晚上，沃里克带着艾丽参加了克里斯蒂亚诺家族举办的夜会。一见这么年轻的大小姐居然是家族 boss， 艾丽非常惊讶。大小姐的视线落在艾丽的波涛汹涌上。这么平真是抱歉啊！别看像她这样也是肩负着黄昏种性命的人，肩负这条街的四大夫各有各自负责的领域。黄昏种佣兵工会负责派遣佣兵，克西家族负责武器交易和风俗业，蒙洛家族援助不属于工会的黄昏种并控制商业，而他们克里斯蒂亚诺家族则负责流通维持黄昏种生命必不可缺的 Kleber。 加拉哈德对艾丽的胸称赞不已，被大小姐拽住一顿踹。沃里克神色严肃地向他伸手，看一次100，不出所料的被艾丽扇了一巴掌。尼克并没有参加夜会，而是守在外面观察那些反黄昏种组织。反黄昏种组织最近又开始到处屠杀黄昏种，而克里斯蒂亚诺家族开设夜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自己间庇护黄昏种。沃里克和尼克今晚的工作就是将黄昏种安全带到店内。虽然不知道这种不赚钱的慈善行为能坚持多久，但他们只要干活就能混口饭吃。大小姐自然也知道在这种时期举办夜会的风险，但她不怕危险，她有必须要完成的职责，而手下们只管将麻烦清理掉就够了。艾丽被留在了宴会上，难得有这样的悠闲时刻，她靠在窗边轻轻唱起了歌。街上开始乱了起来，艾丽听到了枪声，吓得想去找大小姐。加拉哈德赶紧捂住她的嘴，让她仔细看对面的房子。政府一直在派人盯着他们，因为手握克莱布的流通权，他们无法光明正大的帮助黄昏种。就算便利屋有危险，他们也不能出手相助。再一看楼下坐的已经全都是黄昏种了。说到底，这只是黄昏种的自主避难。作为便利屋的一员，艾丽也得工作，不是吗？于是加拉哈德把艾丽以新歌手的身份推上了舞台。平日里，艾丽会随意的哼唱小调，他们可都知道。没错，这就是沃里克带她来夜总会的原因。在加拉哈德的伴奏下，艾丽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场了。她的歌声非常美妙，安抚了在场的黄昏种情绪。而渐渐的，她也想起了关于小时候和弟弟在一起的回忆。沃里克和尼克在反动势力的手中，将越来越多的黄昏种送入夜会。一个男人路过门口，听到了艾丽的歌声，但由于不是黄昏种而被禁止进入并扔了出去。在看上去风平浪静的气氛中，夜会顺利的举办着，殊不知已经有人盯上了他们，一场屠杀即将开始。